你有擦防晒吗？没有，我只擦脸。我们现在去台北一起。这样搞吗？太虐了，好爽。好吃哦！它的培根不是那种很厚的，西方也是鲑鱼的。
PT 약속이 있습니다. 그래서 지금은 일어나야 돼요. 지금은 일어나서 밥도 먹고.菜好久没吃。我上次跟爸爸好像也是点这样，一个小笼汤包跟一个烧饼。因为觉得在外面烧饼比较少吃到。现在已经12点多。其实今天没什么行程，所以本来想说待在家一整天，但是因为这礼拜出国，所以家教课几乎都往前跟往后调，然后变得备课可能速度要加快一点，所以想说等一下下午可能找一间咖啡厅做事，对，比较有效率。没错，这就是今天的行程。 거의 다 풀지도 않았는데 이만큼 쌓여가지고 큰일입니다. 好像第一次在这边拍，这两个门帘真的超丑，而且被我跟我妹嫌弃。这是挡楼下冷气跟上面热空气的这一片，海绵宝宝的，然后后面是厕所的。我跟我妹都想要把它换掉。没错，我出门拍。我手账到底要写什么，就想说顺便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使用方法。那今年的手账配置在 IG 贴文有发过一篇，不过主要就是以这3本，一个周计划，然后一个日计划跟一本活页小本的。最主要的是这一本周计划，它其实是一本年历，就它前面有月的表格，然后后面是就是周计划的表格。对，大概像这样子，就左边是7天的格子，然后右边就空白。那一周开始前就会从月计划那边，然后把要做的事情放到右边这个空格，就会是这一周比较重要的事情会放在这边，对，然后再去安排每天要做的事。那左边的格子我会用，左边就是这边切一半，然后以左会是行程，对，每天的行程会写在这里，然后右边就会是待办事项。看一下，这边就会是事情，然后右边就是待办，然后有时候会有小记录，就是我今天有录 vlog， 我就把它标在这边，这样大家就可以知道我录了几天，然后素材够不够。每天开始的时候就会写新的一页日计划，然后就把日期写上去。之前还会写天气，不过现在觉得好像没有
想要追踪的想法，所以就把它省略掉。然后一天的大事情，我就看着这个大本的，然后把它写在这边，就是今天的大事情，然后今天的待办事项。那因为周计划那边已经有写，就是当天比较重要的待办，所以这边就会是写更详细的，像是有时候临时有什么事情就会写在这边，不会再把它腾到大本的去。像因为现在才10点多11点，所以我就会先把早上发生的事情记录下来。那如果有时候有一些想法，可能也会记在这里。然后今天的行程就是时间会先把它 mark 起来，像昨天没什么特别的行程，就也不会特别要写待办，然后这边就会以记录为主。小本的这一本就是运动跟晨间日记，运动每一周运动的项目是什么，然后我记一下我现在的配速，如果以后进步的话，就会可以看得到数据，然后每天会称体重，然后运动打卡，那这个就是给一周，就是一周的标记起来，像这是上一周，然后6月比较简约一点，6月没有很认真在记录。看一下月的话就会把它用点点贴纸，我有很多点点贴纸不同颜色，然后就会分重训或者是跑步。最后月总结就可以写在这里，像是6月的6月像这样。但是这个是错的，我后来发现就是马拉松世界的那个数据跑比较慢，这也是，就选一个给跑步，然后选一个给重训，然后每个月就可以换不同颜色，换一下心情。然后有什么特别的事情，像健康的，我感冒了，这边就是没有运动，所以稍微标一下，这样以后就知道为什么这边空2天。然后这边就是经期也会记录，对，量比较少，就会用点点。后面的，像这个空白的，这边我就会写每天的早晨日记，就是不一定每天都会写，但想写的时候就会写在这边。然后最后再用上次跟大家分享那个活页环，把它扣成一本。有什么想法也会写这边，就写这一本。因为每日的可能不够写，就会写到这边来，大概这样。